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Your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周日。因为 Ace 昨天为大家分享了投资光这一期视频，为大家讲解了光通讯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概念，所以呢，周末复盘视频加推演就推迟到了今天。今天的视频也会比较简单，Ace 主要和大家分享目前我的最新持仓情况以及本周的交易。本周我有特别多交易，所以会尽量和大家说清楚。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说明栏或者是留言置顶区的 V Link 链接找到 Ace 的社媒指南，这里包括我的 YouTube 频道、我的哔哩哔哩链接，以及我的 Patreon 会员社群链接，还有我的 Twitter 链接。当然，对于开户交易有需要的朋友们，可以通过 Ace 的富途 Momo 开户链接以及上方的 OKX 链接进行注册使用这些工具。首先，虽然现在还不是5月尾，还没到月度总结的时候，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的收益情况。刚刚在我的证券商那里去截图了，今年我的 year to date performance 是65.4%，那么纳斯达克是13.8%，标普应该还要更低一点。这张图显示的是大概4月初一直到现在5月中旬，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的账户变化可以说非常的疯狂。我相信屏幕前大部分朋友因为持有一些和 ACE 相同的股票，你比如说 RKLB，你们的账户应该也相当的不错，恭喜大家。再来看 ACE 最新的持仓，先来说两只不在这儿的股票，就是完全卖掉的。第一只是 Palantir，第二只是 Circle。这两家公司在资金利用率方面，我把它们的优先级排到更后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CE 决定买入光通讯的股票，可以看到中间这里我买入了4只光通讯相关的股票，所有的细节其实也在昨天光通讯的视频进行过讲解了。那么对于 Palantir 和 Circle， 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中性偏好的，只是短期来看，它让位于我更看好的一些板块。而上方的太空板块，我的火箭实验室仍然持有50%的仓位，SATS 少少的卖了一些，目前是11%的仓位。那么整体上，太空依然占 ACE 的绝对大头。特斯拉我小小的减仓，目前是16%的仓位。下方的 NVDL 也就是2倍 NVDA 英伟达，它们加起来一共是7%的仓位，没变。只是说本周我把原有的70%左右的 NVDL 都换回去了 NVDA，相当于70%从2倍杠杆换成1倍的正股，稍微降一下风险。因为 NVDL 确实从建仓以来也是福音不少了，我自己也很满足。ASML 没有变，还是2%。光通讯方面，LITE 4.2%，TSEN 2.9%，SIVE 1.9%，SOI 1.9%。Himmler Hertz 我是加仓了一些，在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大跌之后，目前是7%的仓位。Strategy 没有任何变化，5%的仓位。而我的特别组合我修改了一下，因为目前只剩下英伟达和阿斯麦了，早前的英特尔和美光都已经止盈了。目前这个特别组合只是占了2%的仓位，因为其他股票在涨，但是它的收益率已经来到了60%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CE 持仓中一些个股的情况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些个股接下来的走势 ACE 的看法。首先关注 Rocket Lab 火箭实验室。火箭实验室上周五收盘价格是105左右，当天它暴涨了34%。我想其实没有很多人想到它下一周会继续上涨吧。那么本周呢，它的周五收盘价是接近125，相较于上周的收盘价又是提升了20%，非常的夸张。特别是周四夜盘的时候，一度来到最高140左右，从 K 线图这根实线最高也是132。那么5天的交易日中，仅仅只有周五下跌了5.87%，前面4天都是上涨的，整个形势非常的好。我的看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上周五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你要在100附近去小小的止盈，没有问题，只要留住你的大部分底仓就行了。那么本周呢，我自己对于 RKLB 的个股没有任何的卖出动作，但是我在2个不同的价位做了行权价125，也就是和现在收盘价差不多的卖出看涨期权。这部分卖出看涨期权，它的行权时间是6月12号，也就是距离现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。有朋友可能想问，
，Ace，6月12号不是刚刚早上看到新闻说 SpaceX 它可能要上市的时间吗？对，当我做这个卖出看涨期权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得知6月12号 SpaceX 要上市的消息。如果知道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个行权时间做得早一点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的平衡价接近140了。如果真的6月12号，我必须要以125的实际价格、140的平衡价格卖出我的大概1/3不到吧，可能25%左右的 RKLB 的正股，我也非常满意了。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们，其实我一直有一点心魔，就是要不要卖？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一样。那么通过做这个卖出看涨期权，我不用去卖股票，首先，其次呢，我也相当于部分止盈了，提前锁定一部分利润。最后只是有一个不确定性，就是最终到底会不会卖出，我们就来看6月12号股价到底会不会高于125了。其实实话实说，Ace 认为目前 RKLB 股价的位置是提前偷跑了。本来我是期望说，等 SpaceX 上市前，你比如说上市前1-2周，然后上市之后有一个高潮，可能来到100以上，110、120。那么现在直接距离上市还有1个多月，甚至它上涨的时候，SpaceX 都还没有宣布具体的上市时间，它就一下子冲到了120以上，我觉得还是超出了我对它估值上限的认知。所以呢，刚刚我就解释到，真的要以125行权价、平衡价140的实际价格卖出一些仓位，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那么这次暴涨原因就是它的财报很好，财报 S 也为大家解析过了。但是呢，无可否认也有背后资金的推动。这份财报固然好，但是我也觉得不足以让它从多少，从80多的价格一下子涨到120多吧，涨了接近50%。目前大家的烦恼都是怎么卖，这都是幸福的烦恼。而对于那些想要买入的朋友，其实我在100就告诉大家不要去买了。而有朋友讲，现在又涨到100多了，我当初100没有买亏了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这都是事后去看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在100以上还去疯狂的追逐火箭实验室，因为我觉得长期投资这家公司来看，我们仍然有更好的机会。我们不排除啊，你比如说 SpaceX 上市，股价保持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在 SpaceX 上市6月、7月到12月中子首发这一段时间，股价又进行回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大家对于投资火箭实验室这么一家优秀的公司要有耐心。而另一方面，从现在5月中旬到6月中下旬这几个星期，我认为是火箭实验室有可能股价再次爆发的甜蜜窗口期，它具备爆发的条件。但是呢，要爆发要有一些导火索，要有一些 catalyst。那么这个 catalyst 必须是比较重磅的。你比如说，我放在这里很久的新的大型收购还没有宣布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财报之后的新的合同。为什么说有这个土壤？就是因为在这几周之间还不会发生一些外部的不确定性，特别是下一次美联储的会议，以及6月底 Peter Beck 要进行卖股的窗口期的到来。所以呢，真的希望接下来几周有一些好事情发生，把公司的股价进一步推到下一个台阶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屏幕前的朋友想和我一样部分止盈，可以选择卖出看涨期权，锁定一个比现在价格更高的位置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稍微慢一点的卖出，平均的分次数卖出。下一只太空股票，我们来看 SATS 回声新通信 EchoStar 这只股票周五收盘来到了137，这是一个新高的收盘价，非常的好。而且呢，这家公司有一个利好消息，就是 FCC 宣布 SATS 和 SpaceX 之间几百亿美金的频谱交易获得了批准。其实我还有点奇怪，新闻出来的时候 SATS 没有暴涨，这只股票的关注度实在是太低了。尽管创出了新高周五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它仅仅比之前的高度135高了那么2块钱。我真的是希望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时间，有更多的二级市场交易者能够关注到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。请注意，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洼地价值，而不是投机。如果要去投机，大家应该选 DXYZ， 这个不是我的选择。Ace 在去年底就开始关注 SATS， 在今年1月1号，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，我开始投资 SATS， 当时的价格110左右吧。那么现在股价来到了140附近，我也通过不断的做波段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。同时呢，我也卖出了大量的看跌期权。目前 SATS 的看跌期权是我总的期权持仓里面最重的仓位。
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图吧，因为周线图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看到最近10来周它都是没有跌破红色的20周均线的，现在我觉得它有进一步突破的这个趋势。总之，不管是日 K 线图还是周 K 线图，我觉得技术层面都是不错的，而从情绪层面，我觉得可能也该轮到它了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们有很多现金配置，比如说你准备了10%、20%、30%的现金仓位来买 SpaceX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，哎，要不要现在就买入 SATS，等 SpaceX 上市那一天，你再把它换成 SpaceX 的股票呢？其实我相信能够获得不错的收益的，至少我觉得应该比大盘指数的收益好一点。聊完了太空 Ace，接下来花4、5分钟的时间向大家讲解我的光通讯相关持仓的4只股票，我的买入价格到底是多少，它们的技术图形目前看起来如何。这4只股票分别是 LITE、TSEM、SIVE 和 SOI。请注意，第3个 SIVE 和第4个 SOI，我在这里展示的图形呢，都是美股的粉单市场。那么我实际买入的呢，是他们各自国家的股票。你比如说 SIVE 就是瑞典的股票，要通过瑞典克朗去买入，而 SOI 是欧洲的股票，是需要欧元去买入，大家要区别一下。回过头来看 LITE 这家公司，我在之前跌到800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从它的技术图形来看，它很少跌破红色20日均线，一旦跌破可能就是机会。那么上次从800一路反弹到1000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自己是前后做过2次波段，随后我在周一的时候夜盘直接买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周五的时候它宣布进入纳斯达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尽管本周是出现下跌的，但是周五还是在20日均线附近被拖住了。希望接下来下周、下下周它能够再次反弹。如果屏幕前的朋友没有一点点安全边际，那可能还是要小心吧。不过中长期来看，LITE 这家公司我是比较放心的。在4只股票里面，LITE 我的仓位相对也是最重的。然后 Tower Semiconductor 半导体代号 TSEM 这家公司我是比较幸运，当时我买入的时候是价格比较低，肯定比现在低，因为它在周中出了财报，暴涨了20%多。其实我买入的时候就知道它要财报了，我也大概率猜测吧，它的财报应该比较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着急去买入光通讯的原因，因为我知道很多股票处于26年1季度财报前的时期，比如说 TSEM，那么我在财报前买入，现在就有很好的安全边际，很放心，加仓也没问题。而另一家公司 SOI 它也是要出财报了，那么我没有办法去猜测财报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相当于是提前建仓了。很可惜最近几天它的股价下跌，所以目前 SOI 是4只股票里面我唯一在水下的。如果我们说财报之后它的数据不及预期，暴跌，但是我还是长期看好这家公司的情况下，那就是很好的加仓机会。那么不管是 SOI 还是上方的 SIVE，其实他们的技术层面来看都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。我们看到 SOI 它有非常多的跳空缺口，然后呢 SOVE 它刚刚在美国粉单上市还不久，我觉得它的技术图形也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吧。所以呢，不管是 SIVE 还是 SOI，它们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，特别是 SIVE。它的投机价值很重，大家要小心了，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进行合理的仓位分配。讲解完了太空和光通讯板块，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英伟达。我自己非常幸运，我是在英伟达相对低点，也就是 NVDL 2倍做多英伟达的 ETF 大概93的位置，把英伟达的正股换成了2倍，随后的走势非常的好，一路从93来到了接近130的位置。周五的时候出现了大跌，因为有一个小作文嘛，大家也听说了，不过这个小作文我是不买账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在相对高点把2/3的 NVDL 都换成了 NVDA，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也赚够了，没有必要太过于贪心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对于2倍 ETF 心态上也没有很拿得住。你比如说 RKLB，我在上周五就已经卖飞了，没有能力拿到这周。对于即将到来的英伟达财报，我是看好的。如果出现大幅下跌，我还会加仓。目前呢，不管是 NVDA 还是 NVDL，我觉得它们走势、技术图形都是很好的。
视频的最后，Ace 向大家解释一下我卖出的2家公司。第一家是特斯拉，特斯拉我在本周440多的位置卖出了一点点仓位吧，不算特别多。那么上次小幅度减仓之后，我曾经告诉大家我不会再卖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和上次的价格完全不一样了。特斯拉一下子价格来到450，其实我是很满意的这个价格，因为我在之前的分析就告诉过大家我的真实想法，特斯拉在我的期望中今年不太可能冲破500的前高了。那么现在来到450，距离500仅仅有10%的位置，我去减仓，我是满意的。那么这部分资金呢，就会用作其他板块的投资，你比如说光通讯以及接下来的 SpaceX。所以呢，稍微牺牲一下特斯拉的仓位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我还有大部分仓位在。特斯拉这家公司，我是希望去做波段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之后它又跌回去400以下，那我就再买回来就行了。而另一家公司 Circle 暂时被我抛弃了，我就是直接卖出了。卖出的点位也是比较幸运，在它周五大跌之前，就是稍微卖到了现在114价格的上方一些。Circle 我最近做的操作比较多，卖出买入，卖出买入。那么我的一个基准就是135这条紫色的虚线。上次我在135成功的逃顶了，这次呢我在135下方又是卖出了部分。现在看来要突破135，确实还真的是不容易。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 Clarity Act 这个法案，算是第一轮通过了投票，但是还没立法。只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现在 Circle 的股价没有因为法案通过而暴涨，反而跌了，好像有卖消息的这么个情况出现。我猜测可能是因为 Clarity Act 在经过这么久的妥协之后，很多条例可能修改了。目前我是看不懂这个条例到底对于 Circle 的未来怎么样去做，这是我卖出 Circle 的另一个原因。前前后后投资 Circle 这么多次，我其实也赚了一些钱，我还是很满意了。因为要知道 Ace 在早前 Circle 低点的时候是亏损了接近50%，那么从亏损接近50%到现在赚钱，当然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接下来如果 Circle 再给我投资机会，我会再次入场。我参考的价格还是下方的这条紫色虚线，近1年的筹码峰83、85附近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屏幕前的你们花时间观看 Ace 的视频。最近股市非常好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不管你是观看视频，还是加入我的会员社群，还是在不同的平台追踪我，都真诚的谢谢你们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